俄罗斯外交部称将停止日俄和平条约谈判，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烈反对。俄乌冲突上，日本首当其冲，其背后到底隐藏着日本怎样的野心？先说点真实的，俄罗斯媒体塔斯社于3月22号发文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在3月21号表示，鉴于日本在乌克兰局势上对俄罗斯实施的单方面制裁，莫斯科将停止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根据报道内容显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已经无意继续与日本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俄罗斯也不可能与一个毫不掩饰采取不友好立场，并试图对俄罗斯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探讨签署双边关系中的一项基本条约。对此，俄罗斯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停止了日本公民的免签证旅行，并正在退出与日本关于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最后，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这一责任全在日方，东京对损害双边关系和日本自身利益负有责任。日本有意识地选择了支持反俄政策，而不是发展互利合作和睦邻关系。在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不久，日本立刻进行了回应。日本媒体时事通讯社发文称，3月22号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议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针对俄罗斯宣布停止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一事表达了强烈抗议，并称绝对无法接受。俄罗斯对日本采取措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我们在这近一段时间针对俄乌冲突的节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日本。日本虽然不是俄乌冲突的主角，但是其好像也不甘心作为一个配角，在美国发起的针对俄罗斯国家的制裁中首当其冲。在处于冲突中心的欧洲地区，欧洲各国都在持观望态度之时，日本就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反俄大旗，首先成为站队美国的几个国家之一。要知道，连一直被美国扶持的中东国家以色列在俄乌冲突上都没有明确表态，日本倒是急不可耐地对俄罗斯发起了一系列的国际制裁。这跟日本又有什么直接关系？难道是日本感同身受了，同情乌克兰的遭遇，立志要在反对侵略战争上贡献出自己的正义之举？还请日本自己搞清楚，谁才是极具侵略意识的军国主义国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在俄乌冲突下都有着怎样的优秀表现。在俄乌冲突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初期，美国开始在国际上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日本首当其冲支持美国，宣布日本对俄制裁。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美国不断开展手段，日本再次一马当先。3月1号，日本再次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6位俄罗斯核心高层在日资产，并计划禁止与俄罗斯49个实体进行进出口贸易。这还不够，随后日本针对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的网络舆论战。日本自民党领导人之一的河野太郎在网络上掀起了针对俄罗斯的骂战，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而不知羞耻。最后，日本又借俄乌冲突的舆论开始为自己喊冤。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羽山秀树声称，俄罗斯占领北方4岛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日本就俄乌冲突再次将日俄北方4岛问题的争端推上高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俄罗斯，这才有了今天我们说的俄罗斯停止与日本进行和平条约谈判。那么，和平条约和北方4岛问题到底是什么？首先，日本所说的北方4岛是指的是国后岛、泽卓岛、池武岛和色丹岛4个岛屿，而俄罗斯称这4个岛屿为南千岛群岛。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南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群岛之间。世界第2次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法西斯战败国，苏联作为战胜国获得了南千岛群岛的全部主权，但是日本一直以来拒绝放弃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要求。俄罗斯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主权问题上争议很大，但后面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俄日双方就南千岛群岛主权问题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也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想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政治手段。在上世纪的冷战时期，日本面对苏联有着巨大的压力，南千岛群岛也成为了苏联威胁日本本土的最重要地区。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被美国长期制裁，南千岛群岛也由军事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但日本从未放弃过南千岛群岛的主权争夺，日本方面认为这是苏联的占领行为，日本从未割让过这块领土。
南千岛群岛也成为了日本的一道伤口。领土主权不完整一直在时刻提醒着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耻辱。日本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海军，不能发展核武器的不正常国家。所以自安倍晋三上台后，一批致力于所谓日本国正常化的日本政客始终想要把北方四岛从俄罗斯手上要回去。而这次俄乌冲突，俄罗斯成为众矢之的，日本认为这是采取强硬手段夺回北方四岛的好机会。但日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夺回北方四岛只是第一个目的，日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日本国正常化。在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雅尔塔会议，自此雅尔塔体系在国际上建立。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后对德国法西斯的纽伦堡审判，对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德国受到了与日本相同的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国际约束。但随着美苏冷战以及北约组织与雅尔塔体系的对抗，以及西欧联盟的成立，德国实现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目的，并且在西欧及大西洋联盟内，法国与德国之间实现了初步和解。二战时同为法西斯的日本看着怎么能不心动？再加上近期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将投入1000亿欧元用于提升军事实力，日本的日本国正常化愿景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日本虽然仍然被和平宪法所束缚，但这束缚已经开始松动。德国的重新武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作为美国最亲美的小弟，当然也希望借着俄乌冲突来寻求美国对于日本重新武装的支持。在这一系列日本举措的背后，是日本寻求军事正常化的手段。军国主义的思想并不会因为和平宪法就在日本消失。准确地说，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在日本的内心深处。如果说美国只是因为忌惮中国发展壮大对自己产生威胁，那么日本就是最痛恨中国的国家。日本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如今只能成为跟着美国后头摇尾乞怜的小弟。日本希望能够早日实现军事正常化，实现日本国正常化，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为日本夺回所谓的属于日本的位置。日本军事正常化的趋势已经愈发明显，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退一万步说，中国与美国只是利益上的冲突，中国日益壮大国际形象会直接影响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所以美国早早地将中国作为首要敌人，中美关系的分歧大于矛盾。但是日本不同，作为一个深藏军国主义的邻国，中国不得不时刻提防中国兵法远交近政，在现在也依然适用。